同樣都是吃火鍋，為什麼川渝地區獨寵油碟，北方的卻偏愛麻醬呢？要知道，中國火鍋市场體量巨大，光川渝火鍋的門店占比就超過了30%，北派火鍋也有14.1%的份額。蘸料作為火鍋味覺體驗的關鍵一環，早就成了各派系的身份標識。可明明原料都能追溯到芝麻，卻走出了2條完全不同的路子。在這個吃貨遍布全國、南北美食不斷融合的今天，這種差異不僅沒消失，反而成了地域飲食文化的標誌性符號。那麼川渝人為啥喜歡油碟，北方人卻認準麻醬呢？咱們先把時間線拉回去，看看這2種蘸料是怎麼跟着火鍋一起進化的。先說说川渝火鍋和油碟的淵源。川渝地區多山多水，濕氣很難消散，這種氣候條件讓當地人從小就養成了吃辣祛濕的習慣。而川渝火鍋的雛形最早就來自嘉陵江的纤夫們，那些常年在江邊拉線的纤夫，幹的是最耗體力的活，卻沒什麼錢買正經肉食，只能撿屠宰場丟棄的毛肚、鴨腸、黃喉等下水來果腹。為了去除下水的腥膻味，也為了驅寒祛濕，纤夫們在鍋裡放了大量的辣椒和花椒，把各種食材丟進去一起煮。這種簡單粗暴的吃法被叫做連鍋鬧，這就是川渝火鍋的前身。而油碟的出現，最初就是為了適配這種重麻辣食材燙煮時間極短的吃法。要知道，毛肚7上8下，10幾秒就得撈出來，剛出鍋的食材溫度極高，還裹着滾燙的牛油，直接入口不僅燙嘴，辛辣感也會直接刺激腸胃。這時香油碟就派上了大用場，香油的沸點高，比熱容也大，滾燙的食材放進油碟裡滾一圈，溫度能瞬間降下來，既能避免燙傷口腔，又不會讓食材表面的牛油凝固影響口感。很快，連鍋鬧從纤夫的果腹之物變成了大眾美食，油碟也跟着升級。早期的油碟就是簡單的芝麻油加蒜泥，後來虽然有人會加入蚝油、香菜等調味，但老川渝人大多還是堅守香油加蒜泥的經典搭配，覺得加太多調料會掩蓋火鍋鍋底本身的麻辣鮮香。再看北方的麻醬蘸料，它的誕生同樣和北方的地理環境相關。北方氣候乾燥，冬季寒冷漫長，而老北京涮肉作為北派火鍋的代表，走的是清湯寡水的路線，鍋底就是清水加蔥薑，最多放幾粒花椒，所以這種清淡的鍋底就需要一款味道醇厚、能提香增味的蘸料來搭配，麻醬正好完美契合。麻醬的主要原料是芝麻，芝麻高脂肪、高热量，能快速为人体補充能量，在過去物質匱乏的年代是非常珍貴的副食品。麻醬蘸料的普及還離不開北方的農業生產條件。北方是芝麻的主產區之一，原料充足，而花生的種植也很廣泛。早期因為純芝麻醬價格昂貴，供應緊張，就出現了2:8醬，2分芝麻醬加8分花生醬，既能中和芝麻醬的苦味，又降低了成本，慢慢成了北方人的心頭好。那為什麼這種差異能一直延續到今天呢？其實說白了，油碟和麻醬分別就是為川渝火鍋、北派火鍋量身定制的，它們的功能、口感和適配性都和各自對應的火鍋體系完美契合，換了就會破壞整體的味覺體驗。如今南北美食融合這麼頻繁，川渝火鍋在北方也很受歡迎，北方的涮肉在南方也能吃到，為什麼蘸料的差異還是沒消失呢？其實這背後是飲食文化的傳承，也是消費者的味覺習慣。對川渝人來說，油碟已經成了川渝火鍋的靈魂伴侶。很多川渝人去外地吃火鍋，看到店裡沒有香油碟就會覺得不正宗，甚至有人會自帶香油去吃火鍋。而北方人對麻醬的執念也是絲毫不減，即使現在川渝火鍋、潮汕火鍋等各種品類層出不窮，北方人吃涮肉時還是會堅定地選擇麻醬蘸料，覺得這才是正確的打開方式。當然，也不是沒有融合創新，比如川渝火鍋在北方開店，會特意準備麻醬供食客選擇；北方的麻辣燙店也會提供麻醬作為調料，中和辣味。但這些都是入鄉隨俗的調整，核心的蘸料選擇還是沒有改變。或許未來還會出現更多創新的蘸料，但油碟和麻醬的地位大概率不會被撼動，畢竟這2口味道已經刻進了南北人民的味覺記憶裡。下次吃火鍋時，不妨仔細品味一下自己碗裡的蘸料。